皇大帝是至高神明之一，同时也是道教信仰的主要神祇之一。在《封神》这部古典文学作品中，他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玉皇大帝不仅是封神榜的制定者和颁发者，还在封神大劫的发生和结束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商周之战以及众神的命运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在封神中，玉皇大帝并非最强大的角色，一个名为伏元仙翁的神明在力量和影响力上超越了他。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让我们深入探讨这一问题。玉皇大帝的来历和修行在不同的神话传说和道教典籍中存在多种版本，但总体来说，这些版本都凸显了他的高贵和非凡。最常见的版本之一是，玉皇大帝原本是一个国王的儿子，后来放弃了王位，选择出家修道。他经历了长达1750劫的苦修，最终获得了金仙佛果，之后又经历了1劫的修行，最终登上了玉帝的宝座。这个版本中，玉皇大帝的修行之路非常艰难和漫长，他必须忍受无数的灾难和考验，同时放弃了世俗的荣华和权力。他的成就是通过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慈悲心得以实现的。玉皇大帝拥有无比的权力和威严，他是3界至尊，统治着天庭。他的尊号是高天上圣大慈仁者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他的宫殿是金阙云宫凌霄宝殿。尽管玉皇大帝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和地位，但由于《西游记》中的大闹天宫事件，一些人可能认为他并不那么强大。实际上，他具有掌控天地阴阳、影响3界结束的能力，他的威严是无人敢违抗的。他扮演着封神降魔、赏善罚恶、赐福消灾等重要角色，与3清并列，地位非常高。首先说下第一位伏元仙翁，其实在姜子牙讨伐纣王时，伏元仙翁首次出现。当时，龙吉公主与红锦展开激烈的战斗，最终红锦被捉拿。然而，正当红锦的头颅即将离身之际，一位神秘的老者出现在场上。这位老者告诉龙吉公主，她将来会与红锦结婚。虽然龙吉公主拥有高贵的身份，作为天庭的公主，即使被贬到人间也只是暂时的。然而，她对这个小人物红锦并没有好感，因此对于这位自称为月河老人的陌生人的说法，她毫不客气地表示反对。然而，月河老人却解释说，这件事情并非他个人的决定，而是伏元仙翁的意愿。他的到来只是为了传达这个消息，至于是否愿意放过红锦，完全取决于龙吉公主自己的决定。龙吉公主的父亲是昊天玉帝，母亲则是瑶池圣母，因此一般人预计她会坚决拒绝这个提议。然而，龙吉公主出人意料地表示，既然是仙翁亲自掌管人间婚姻之事，我也不能强行反抗。这句话暗示着龙吉公主对伏元仙翁的身份有一定了解，并且明确认为他的地位高于他的父亲昊天玉帝，这引发了人们对伏元仙翁身份的猜测和好奇。伏元仙翁是一个神秘而强大的存在，虽然没有亲自出场，却能够主导天庭内一些重要人物的命运和婚姻，甚至指使玉皇大帝。关于他的名字，伏可能只是他精通符咒，可以改变命运和赐福消灾；元可能表示他是道的起源，是一切的根本；仙可能表明他是仙道的开创者、领袖、至高者；而翁则可能象征着他的智慧和长者的地位。因此，有人猜测伏元仙翁可能是红军老祖，或者与红军老祖相当，甚至略高一筹。根据神话故事的记载，天庭中有33座仙宫，如怡云宫、坤波宫、紫霄宫等，而且33座仙宫的地位比72重宝殿更高，这使得伏元仙翁有可能是这些仙宫之一的成员。他的神秘能力使他能够改变天道的运行，影响3界的命运和结束。这一切都增加了伏元仙翁的神秘性和重要性。再说一下我们第2位镇元子。镇元子是武装观的掌门人，被尊称为地仙之祖。与其他宗派不同，
武装观信仰天地而不供奉三清。他的2位弟子清风和明月甚至宣称三清是家师的朋友，因此他也被尊为三清级大神。作为三清级大神，镇元子拥有强大的法力。我们都知道，孙悟空在《西游记》中展现了强大的实力，打败了阵容强大的10万天兵天将。然而，在镇元子面前，孙悟空显得相形见绌。在小说中，孙悟空在万寿山地界打倒人参果树后，怂恿唐僧逃跑，但在还未离开武装观的地界时，被镇元子追上。镇元子要求孙悟空道歉，但孙悟空不仅不听，还与镇元子展开激烈的战斗。镇元子从容不迫的反击，两人交手了2-3个回合。最终，镇元子使用了强大的袖里乾坤法术，一瞬间就将包括孙悟空在内的整个取经团队生擒。虽然小说中没有直接比较玉帝和镇元子实力的情节，但我们可以从菩提祖师的一番话中窥见一些端倪。在小说中，菩提祖师传授给孙悟空长生不老术的口诀后，提到了3灾厉害，即上天考验修行者的3次天劫。只有通过这3次天劫，修行者才能真正实现长生不老，否则他们将不得不躲入轮回。菩提祖师传授孙悟空72变和筋斗云，这2种本领都是道家法术，源自道家360棒门法术中的一个棒门。这些法术可以帮助修行者经历3次天劫，学会360棒门法术后，甚至能够经历1080次天劫。然而，镇元子作为一个道教大神，虽然修行道家法术，但他可能并没有精通道家360棒门法术的所有内容，因为他还需要向元始天尊学习混元道果。因此，凭借镇元子的法力，他能够经历的天劫次数可能少于1080次。尽管这并没有直接比较玉帝和镇元子的实力，但从这些线索中可以看出，玉帝作为天庭之主，他的实力可能超越了镇元子，因为他拥有更高的地位和更广泛的权力。但这也是一种合理的猜测，因为确实没有明确的比较情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喜欢请订阅、点赞、转发，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见。